都查过了吗？罪犯家属还有银行那边都查过了吗？已经全部核查到位。15封信的当事人呢，我们也派人去查了，所有的钱数完全属实。至于银行方面，我们也派人一个个去罪犯家属当初取钱的银行核实了，这15笔钱的数字完全对得上，大部分钱上的冠字号也对上了，但是有一部分因为时间久了，银行冠字号的记录没保存，但是没有冠字号的，大部分都有监控录像为证。现在基本可以认定，这15笔钱确实是15位罪犯家属取走的，而且钱数完全对得上。那熊少峰那边呢？熊少峰的事情也落实了，那15笔钱大部分都是放在原来陈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大门外的一个固定的垃圾桶里。熊少峰确实在罪犯家属提供的交款时间之后去过垃圾桶附近，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了，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去取钱的，他只是去扔垃圾。另外，熊少峰也证实，他在离开垃圾桶之后，确实是进城去了昌海国际高尔夫，只是他不承认他是去藏钱，他就是利用闲暇时间联系什么拍照片啊、摄影之类的。现在可以这么说，如果熊少峰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情况，可以真正的做事了，因为没有这样的巧合。5年的时间，15笔钱，1年3笔，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都完美的构成了链条。现在这个熊少峰啊，他自己都快崩溃了。我还是不太相信熊少峰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熊少峰呢，跟这个罪犯家属交易，又是监狱信箱，又是什么垃圾桶的，那这说明就熊少峰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其严谨、非常有心计的一个人，啊，直到现在，罗劲松、黄宇红、罗春阳指控他，他也完全不认。说得对，这个熊少峰做得非常巧妙，天衣无缝。罗劲松、黄宇红的指控看似确凿，但是实际上这些微信记录和波动网视频账号获利，那都是电子证据，都是可以伪造的，法庭不一定会采信。那我就想问一句啊，这么聪明、严谨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藏钱的时候这么省，把所有的钱藏在一个地方，所有的行贿信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为什么？那就是有人故意的，要陷害他。如果熊少峰不是甩棍，那这个甩棍也一定是一个非常了解熊少峰的人。如果不是很了解熊少峰，绝对不可能把这些事儿这么完美的安在他身上。袁队，你们去调查那个银行的相关人员和罪犯家属的这个记录有吗？当然有。好，我要最详细的记录，好吧？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如果说有人陷害熊少峰，这些钱、这些信在转移过程当中一定会留下这个人的信息，无论他做的多么巧妙，一定会留下某种信息。小罗、小郑，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查到这个信息。你好。哎，你好。请问你是民生银行
怀来支行的朱亚吗？哎，我是930谋杀案的检察官冯森，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到你那儿去过吧？了解过一些情况吧？是啊，他们已经找过我了，情况我都说了。请问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哦，我就问您一件事啊。2015年3月8号，你是不是给一个叫李武一的人取过15万的现金？当时我在滨海支行工作，给这个李武一取了15万元现金，这都是有记录的。16年我已经调来怀来支行了。好，你认识滨海支行一个叫赵宇池的吗？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今年19年刚刚分来的。前不久我跟过去滨海支行的同事聚会的时候，听说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长得还特别帅。好，行嘞，就这些，再见啊。哎，再见。成了，这事儿成了。这15笔钱啊，从罪犯家属到银行的记录，没有任何破绽，完美无缺啊，真是业内高手啊。把这张照片放大，右下角放大，最大了是吧？最大。大家仔细看啊，看这个名字，赵宇池。这不是柜台工作人员盖的章吗？没错，这15笔钱是不是得有15个银行的相关人员给罪犯家属取出来？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放出钱的时候，都要在那个捆钱的扎烧纸上盖上自己的章，对吧？李武一取的这笔钱，你们调查的结果就是刚刚我打电话这个朱亚，但是却没有他的盖章，其他钱上的盖章跟你们调查银行相关人员都是同一个人，只有这15万，本应该是盖着2015年朱亚的章，但现在盖的却是2019年刚刚上班的赵宇池的章，这说明什么？背后陷害熊少峰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挪用了其中的15万，可是没想到熊少峰事发了，他必须得把这个钱补上，所以啊，他就用19年新取的钱替换了15年取的钱。这个新取钱的人给我们留下了破绽。哎，编队你好，你好，你好，编队你好。这位是我们黄组长。哎，冯组长你好，你好。走吧，里边请。我们查过了，赵宇池最近办理的取款业务当中，其中有3笔是提取10万现金的。我们还查了咱们刚刚发过来的钞票关字号，你们关注的那一笔业务应该是发生在10天前。哦，10天前，监控视频应该有记录吧？有记录，把10天前营业厅的监控视频调出来。好的。这个是赵宇池的那个账户的全部资料。10天前那笔钱他是给谁取的？这应该有记录吧？有的。 6号。是这个吧？对，10天前。汪苏元，认识吗？我怎么觉得这名字那么熟呢？好好想想，我也觉得有印象。我觉得肯定是我们认识的人。王经理，监控视频找到了。啊，您看一下。可以放大一下吗？这不是贤主任爱人吗？苏媛是谁啊？我老婆汪苏媛。把后面那个人放大。贤有闻。哎，冯组长，老婆，贤主任呢？贤主任，刚才那个禁闭室的摄像头坏了，然后贤主任让刘警官找人说修一下，这不让我去看一看修怎么样？我问你，贤主任呢？在哪儿呢？贤主任在禁闭室审米振东呢。
就钱耀文一个人吗？没有其他警官干部跟着吗？没有，就他一个人。你说不说，梅振东？你认也得认，你不认也得认。卫星电话已经找着了，你施工队的人已经都交代了，你就是一个黑恶头子，铁中出身，知道不知道你？吴检，你是专案组的副组长，又是钱永文的直接领导，这次谈话就由你来主持吧。钱永文，我是1000个10000个也没想到啊，你怎么会扯到熊绍峰的事情上去？我们不是已经认定熊绍峰受贿200多万的事实了吗？这里面怎么会有你从银行取出来的钱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吴副检察长，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永远装老实装可怜，背后里干着这种最可恨的事情。那15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说清楚。吴副检察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我的培养。我这次错的有点离谱了，我。那行，我们现在只想知道2件事儿。第一，你是怎么陷害熊绍峰的？第二，既然你那么想把米振东包装成黑恶头子，那我还真挺想知道的，谁让你这么干的？后台是谁啊？为什么要让米振东来背锅？吴副检察长，冯组长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啊。那先说你知道的，这15万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你自己的钱混进熊绍峰的钱里面？是，这15万它就是我自己的，我是管熊绍峰借了15万，然后又还给他了，这一下他就造成误会了。你找熊绍峰借15万，什么时候在哪借的？为什么不在卡上转账，要付现金呢？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楚了。时间不长，10天前嘛，就记不清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钱就非要还现金吗？还有熊绍峰是一学法律的，他借给你钱，第一不让你打借条，第二非要还现金。再说就算是还现金了，他一定要把那个现金跟他那些赃款都放在一起，放在柜子里吗？哎呦，怎么回事？啊！马上叫医生来。哎呀，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我去叫医生。让他先躺下吧。好。编队，我看现在用手掐人中是醒不过来了。小罗，咱办公室有没有锥子和这个螺丝刀之类的？你给我拿一下。钱主任，起来吧。我一口气憋死我。行了，老钱，别玩这种低幼的手段了，赶紧坐好。起来啊！交代问题吧，今天这一关也混不过去的。我是不相信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主意。说。
抓捕武强。行，交给我吧。武强是不是刚刚离开？刚走。追上他，快！再快点！贤有文，你为什么会突然去挪动武强藏在昌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的那笔赃款？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我一直替吴简，他现在已经不是副检察长了。我负责替武强把这部分钱转移到了昌海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他可能早就预感自己会出事，所以就留了这么一手。那些钱，200多万虽然不是我的，可是我这心里边一直把那个当成自己的小金库。我替他干了那么多掉脑袋的事，这些都是我应该得到的。可是我这心里边，我还是老实啊。我1分钱都没动过。就在今年，我老婆40岁生日，我想送她一个好包。这么些年，她对我爸、我妈，还有我儿子，还有我，照顾得尽心尽力的，没跟我享过福，所以我就想她生日时候送给她一个好点的包。你们女人不是都喜欢包吗？我就拿了15万。你突然送到这么贵重的礼物，他就没有怀疑你吗？他呀胆儿小，他怕我受贿，所以我就骗他说那包是假包，我从网上买的 A 货。可是你说我这傻老婆，她真就把那包当成假包了。她把那包每天随随便便就扔地上，她当成购物袋，她当成买菜包。我们家那狗就拖着那个包就满地跑，我看着我就心疼。你说这傻老婆这都10几万的包。喂，好，我知道了。武强落网了。
真是太讽刺了。我曾经是对得起这幅字的。说吧，一共多少啊？1921.500元账，账倒是记得挺清的啊。鲜有文栽赃熊绍峰受贿是213万5千，你这个赃款是1921万5千，两个数加起来正好是2135万，是熊绍峰受贿那个钱的10倍。那这是不是说明你按照自己受贿金额的1/10来栽赃熊绍峰的？冯森，这次遇到你，活该我倒霉。你们问吧，我全都交代。那从什么地方说起，你自己选择吧。鲜有文是我们检察院的办公室主任，很多具体的事务都是他负责的。他很容易拿到熊绍峰的身份证，包括波东网签约的事儿，还有高尔夫球场租柜子的事儿。我们商定好了，在我们得到的钱中呢，按照1/10的比例，悄悄地转给熊绍峰，这样呢，就可以把他栽赃成甩棍儿。那外面关于甩棍的传说是怎么回事啊？是罗劲松在传播的。我们用熊绍峰的假微信跟他联络，他就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熊绍峰就是甩棍，尤其是他在犯人中传播，这个效果特别好。罗劲松没有见过你们真人，就凭一个假冒的熊绍峰的微信号，他就能干那么多坏事吗？罗劲松当时有点急事，急需用钱。鲜有文知道这个事儿呢，就用假的熊绍峰微信跟他联络，就勾搭上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成了我们监狱里面的帮手。我现在啊，就是特别感兴趣，你们陷害熊绍峰，到底花了多大功夫啊？熊绍峰这个人吧，性格浮夸，好大喜功。我们收钱的时候都是罗劲松打前站，他把事情谈妥，然后定好交钱的时间跟地点。鲜有文呢，再根据这个时间地点把熊绍峰引到相应的位置。比如说，监狱门口不是有个垃圾桶吗？熊绍峰从监狱出来，经常站在那儿抽根烟。我们就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就把他定为在现场取赃款的在场证据。大概用这种方式吧，每年给熊绍峰转个3笔左右，包括犯人家属的信，还有现金，反正都是放在相应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罗劲松负责用微信跟假熊绍峰联系，取得电子证据，然后鲜有文负责在现实中利用视频侦查来留下熊绍峰取赃窝赃的行动线索，最后再在昌海再留下铁证。那熊绍峰完全无法分辨，只要需要熊绍峰当炮灰，就可以从波动网那1000万电子币查起，一环扣一环，熊绍峰都会以为是真的。真是高明啊！就算你们通过熊绍峰查到我们，他有个时间差的，我们完全有时间走得掉的。可是波动网那1000万的电子币，你们没法操纵啊。现在该说说黄宇红
和鲁春阳跟你的关系了吧？黄四海入狱之前，他跟鲁春阳来找过我，他们给钱太痛快了，他们为了感谢我，还送我一艘游艇，表示对你感谢。那这么说，黄四海故意杀人的真相，你是清楚的。我们怎么对付熊少峰的，就怎么对付黄玉红啊！毕竟是搞政法的，取证这一套还是有一定心得的。我们这种关系中呢，我都会留下证据。黄四海是故意杀人，我有铁证，回头我可以交给你们。这黄玉红在我们这几件案子里边，可是相当有存在感啊。除了熊少峰的事情之外，和米振东、白小莲和振东施工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是不是也给我们解解惑呀？其实说起来也挺清晰的。黄四海的案子呢，法庭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没公布白小莲的信息。我就利用职务之便，调取了相关资料，这样黄玉红就知道白小莲的事儿了。黄玉红就不动声色地利用不动网的平台优势，让鲁春阳跟白小莲玩猫鼠游戏。也就是说，这个白小莲参与犯罪，跟鲁春阳也有关系。像白小莲这种人很容易被利用的，鲁春阳呢就利用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给他设置各种陷阱。比如说啊，用录音、录像，还有拍照的方式，把白小莲包装成参与多起谋杀案，包括伤害案，还有经济案的参与者、策划者。鲁春阳还利用杨洪涛聘用振东施工队的机会，用童小娟的身份证注册了卫星电话，在适当的时机呢，用卫星电话跟那个白小莲联络，最后再由贤主任把这个卫星电话悄悄地放到米振东的储物柜里，这不就巧妙地把米振东跟外界联系起来了吗？明白了，这样全清楚了。哎呀，这真是够乱的，我得捋捋。哎呀，这都是你帮忙出的主意吧？如果没有你的设计和配合，我相信黄玉红他们是想不出这么缜密而又狠毒的点子来。但我只参与大的战略层面，有些具体的事儿，比如说邓小贤被杀的事，我是一点都没沾的。黄玉红他们的策略呢，就是米振东跟白小莲既然想找我报仇，那我就将计就计，来个反杀。既玩了白小莲，又利用高价聘用振东施工队的时机呢，让常胖子跟杜鹏为我干点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样就可以巧妙地把他们包装成黑恶势力。米振东就是在监狱里面遥控指挥黑恶势力的黑恶头子。吴家，你这是何苦呢？你以前说过的话，难道你现在心里面都不相信了吗？我曾经在一次政法系统的年度会上听过你的发言，你说的可真是情真意切。不忘初心，对于我们政法人来讲，就是要永远牢记公平正义。可是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就会从一个检察系统的先进人物变成了黑恶组织的保护伞了呢？我也曾经想做一个两袖清风、抗拒辐射的好官。我毕业分到地区人民检察院，干了28年呢。光驻监检察室我就干了10年。我们老监狱长王建民说过，那些犯人判的是有期徒刑，
而我们是无期徒刑。我经常在想啊，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每天上班下班，直到有一天有人找我为犯人办减刑手续，当场给了我20万。我好几年的工资，20万。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就是一直躺在病床上的省第1监狱监狱长王建明。没有他的蛊惑和引诱，我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快病死了，你们可以去查。当时我害怕，我愧疚，可后来，随着我职位的升高，围猎我的人越来越多。你们知道吗？你对一个人说不，会遭人恨；你对所有人说不的时候，他们都会恨你。可我们都是活在人群里的，不可能跟所有人说不。尤其是黄宇红这样的，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你想不到的办法来攻破你。后来我也累了，懒得应付了，就睁一眼闭一眼吧。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不是挺好的吗？现在好了，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地了，忙来忙去都是一场空。都是一场空。说完了啊？那个视频那口供都……哦，哎，我怎么能在钱堆里睡着呢？睡得香吗？还真挺香的。好啊，养足精神，该审李振东了。走吧。熊哥，你回来了。熊副检察长的问题都查清楚了，我必须亲自把他送回工作的第一线呐。我就知道我熊哥没问题。熊副检察长，恭喜啊！但同时呢，我向你道歉，之前错怪你了，对不起。谢谢你啊，谢谢老方的事实跟你交流。哎，这大庭广众之下，两个大男人这样不好吧？我熊少峰是个好人，对吧？坏麻木不少，但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
领导，回来了，坐下吧，都给你准备好了。哎，我当然得回来了，我的工作、家庭、信仰都在这里。领导，您不知道啊，这段时间我这心啊一直悬着。您说这要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这可就孤悬海外了，假的都成真的了。这次啊，确实让你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好在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哎，对了，鲁纯阳那3000万啊，我已经上交给组织了，本来应该原路退回的，可是黄玉红的账户在审查中，所以只能这样了。放心吧，我相信你。哎，领导，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了？结局这么圆满，我们不该给自己放2天假吗？冯森让我给你带个话。什么话？谢谢。不，领导应该我谢谢您，谢谢冯组长，因为您啊是一个绝对我追随一辈子的好领导，冯森呢也是一个坚定信仰的好同志。有了！哎呦！李振东、钱有文和武强都已经落马了。我想这对于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否则他们一定把你栽赃成黑恶组织的头子，来替黄永红背锅。冯组长，感谢你除掉你们内部的害群之马，让我可以少受点罪。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聊聊你的问题了？冯组长，从你一到成州，对沈广军的案子一出手，我就知道自己走不掉了。冯组长应该还记得宽严大会上电信短路的事情吧？那不过是我制造的一次小混乱而已。我想看看冯组长会怎么应对。我是遇到高手了，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心理预期，并不代表我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请冯组长理解，法律是讲证据的，你们没有证据，要想让我自己承认，那要看一看冯组长有没有这个功力。如果冯组长是个草包，那我可能就出去了。